好，我是莹莹，欢迎收看荧光笔工作室。来，各位，尤其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你小的时候呢，当你不乖不听话的时候，不知道你的爸爸妈妈有没有跟你讲过这样子的一句话？来，我等一下用绑咖喱来抓你啊！然后你的脑海里呢就会出现头上缠着厚厚的这个头巾，黑黑的、高高的、大大只的、凶凶的、留着长胡子的印度人呢 ？No！ 如果呢你的画面是这样子的话呢，这一边我们就是第一个要大声的帮他们来一个澄清，就是 No。在马来西亚的种族分类当中呢，虽然起源自印度的锡克人，经常呢跟淡米尔人一起被某一些人归类为印度人，被其他的各大族群呢称为邦咖喱。可是呢，其实啊，两者之间在文化还有风俗上呢是有着很大的差异的哦。那虽然呢，锡克人独特的这个装扮啊，让人每次见到他们呢都会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可是呢，其实啊，除了在外貌上的认知，其他族群啊对他们的认识是真的非常的有限。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啊，不要紧，我们这不是来了吗？今天呢，就让我们荧光笔呢带着大家来好好认识这个存在感很强的族群 ——Sikh 锡克人。锡克人哪里来？锡克人的故乡呢是远在印度西北部内陆的这一个 Punjab 旁遮普地区。Punjab 呢是波斯语，意思呢是五河之地。五河指的是哪五河呢？指的是印度河上游的5条大支流。历史上的这个印度啊，因为长期遭受到外族的入侵，要侵入印度呢，第一站就是 Punjab。由此可见啊 ，Punjab 的战略地位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它是一个多元文化交汇的地方。1940年代，因为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嘛，Punjab 呢就被一刀切成了2块，一边呢是东 Punjab， 另一边呢是西 Punjab。东 Punjab 呢就归入了印度，另一边西 Punjab 呢就归入了巴基斯坦。分家之后呢，夹在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之间，相对少数的这个锡克教徒都集中住在了东边印度的旁遮普邦。那需要注意的是啊，一般人所讲的这个 Punjabi 旁遮普人呢，不是单指锡克人而已。这个族群里面呢，除了是锡克人，还包括了伊斯兰、印度教以及其他宗教的人士。回到了今天我们要讲的锡克人 Sikh， 指的便是发源自旁遮普地区的锡克教徒族群啦。锡克人来到马来半岛呢，最早呢是可以追溯到1850年代。那个时候啊，英国并吞了印度的最后一个邦国，也就是 Punjab， 就成功的控制了整个印度。那接着呢，就把当时的 Punjab 和英国对抗的这些锡克领袖当成了政治犯，流放到淡马锡，也就是现在的新加坡。那这一批呢，不超过100人的这个政治犯呢，就是最初来到马来亚的锡克人了。第二波的这个锡克族移民潮呢，是发生在1870年代的。那个时候的英国殖民者呢，为了要平定霹雳州拿律，也就是现在的太平的华人帮派之间的纷乱局势啊，就让当时候的 Captain Speedy 史必迪上尉到印度去募兵调解。那这么大的印度要怎么选呢？人那么多，是不是 ？Captain Speedy 呢，他就决定从自己以前当过军人的 Punjabi 区里面去招募110名 Sikh 和 Pathans 辛克和巴坦士兵漂洋过海来到马来半岛来镇压。高大的身材，再加上锡克族一直以来勇猛好斗的传统，就是有武士精神跟他们的这个忠诚纪律的特质啊，都让当时候的殖民政府呢感到他们非常的好用。于是呢，持续不断的就引进了锡克人来协助维持治安啦。也就这样，马来亚第一支成立的警察部队里面，单锡克警察在当时就有200名，占了部队人数的近30%哦。这还不止，1884年的时候啊，这一支警队还直接改组变成纯锡克人的霹雳锡克第一营 The First Battalion Para Sikh， 整支的这个队伍规模呢有900人哦，是不是很厉害嘞？好了，那人来了，锡克人自然呢也会把自己的族群身份认同归属的宗教，也就是锡克教，一起带到来马来西亚的这片土地上了。大马的第一间锡克庙，你知道在哪里吗？它现在被列为是1级古迹的建筑物哦。你看我这样的表情，你就知道它是在槟城哦。说有什么好骄傲？没有错。
马来西亚的第一座这个锡克庙啊，就坐落在槟城乔治市的红卡咯。它在1903年呢、建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咯。那槟城的朋友以后经过的时候呢，就知道要怎样跟别人介绍这一座庙了哈。不要懵懵这样只是经过。锡克教。接下来呢，将会有很多呢，我不是很说的这个发音啦。如果我没有念得正确的话，请大家多多包涵，也可以在留言区帮我补充一下。抖龙。锡克人的这个庙呢，一般上呢应该是读 Gurdwara Sahib。哈，也就是呢中文的夜师所，意思呢就是通往导师之处。要认出它没有很难，那你只要看到那个看起来像是锡克庙的那个庙，上面如果有高高的挂着一个印有锡克教的 logo， 也叫做甘丹，那么它就是锡克庙啦。As a symbol that there's a shelter place that anyone from any walk of life, any religion who requires help.Food, shelter. 那会不会有人问说，到底是先有锡克教还是先有锡克人的嘞？那其实啊，这两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锡克人的英语 Sikh 就是从梵语的 Shisha 转换而来的，意思呢就是弟子或者是学生。那锡克人呢，就是指拥有同一个习俗、文化和信仰的锡克教徒在社会上的整个群体的名称。这样子有没有比较明白嘞？15世纪末，在伊斯兰和印度教的这个交流碰撞之中呢，锡克教就在 Punjab 诞生了。创立了之后呢，锡克教其实多次受到了冲击。那为了生存呢，他们就不断的涌向了这个海外。那同时呢，也让他们意识到啊，为了要保卫自己的这个信仰啊，他们必须要武装起来。所以到了后来呢，勇敢和战斗就成为了锡克族男性的另外一种特征了。那要认识锡克教呢，就不能够不提到它的创始人和关键人物 Guru Nanak 古鲁纳纳克。Guru Nanak 相信啊，是唯一的神委托自己向人去传播新的救赎启示，也就是所有的人都应该要信奉真神。锡克教的核心重点一神论，锡克教徒呢是严格奉行一神论的。他们主张呢，全宇宙只有一个真神，而这个真神呢是唯一的，也是全知全能的神。在锡克人的思想当中啊，所有的宗教啊、种族啊之间的那些神啊，都是唯一的神的化身。2. 古鲁。锡克教是没有神像的哦，信徒们呢遵从祖师 Guru， 就是上师、精神导师的这个意思。在锡克教里面呢，Guru 作为人，一共呢传了10位。可是呢，当传到第11代 Guru 的时候，就有点有趣哦，因为它非常非常特别，它不是人了，而是一本书，哈哈，就是这本 Guru Granth Sahib。被尊为锡克教最高的权威，集合了10代 Guru 的精神教导，对教徒来说呢，是所有 Guru 的化身，也是最后的永远活着的 Guru。这个经文呢，是以诗歌的形式呢呈现的。据说呢，它平时呢会被收在锡克庙里面，只有呢在祈祷的时间，经文才会被祭司搬到大殿，在宗教师的带领下膜拜锡克圣经，而宗教师也会弹奏和演唱赞歌。那祈祷结束之后呢，就会盖上白布让 Guru 休息，那再放回私密的小房间里面，不准信徒去打扰的哦。By the way， 锡克人的新生婴儿呢，也是透过这一本经文 Guru 来取名字的哦。3. 人人平等。锡克教呢强调人人平等。宗旨呢，就是要促进全人类的团结。它的核心思想呢是造福社会，不分你我，无私的服务，尤其是照顾弱势群体。在名字上面的话呢，锡克人男性呢都会在姓氏上统一加上 Singh， 象征着狮子；而女性的姓氏上呢就要加上 Kaur， 象征着公主。彼此呢在相处上都会以兄弟姐妹互称。锡克教呢反对种姓制度的，他们也反对歧视妇女。这种平等的观念啊，在当时以及现在都很受到印度低下阶级和女性的欢迎。所以呢，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这个宗教啊，锡克教的发展到现在，在全球已经拥有大约2500万个信徒，算是最大的非主流传统宗教哦。4. 5K 教义。那开头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讲到啊，锡克人的存在感很强，这是因为他们的外形的特征。锡克人啊，除了需要持守不偷盗、不奸淫、不抽烟、不吸毒、不叛教的5戒之外呢，他们也需要持守5种清净的记号，也可以称作为他们的随身物，简称5K。第一个 K 是 Kesh， 留长头发，不剪头发，要戴头巾。Kanga，要携带这个木梳。
Kara 他们需要佩戴金属或者是钢的手镯来表达锡克教徒永远团结的意思。Kachara 穿着特制的这个短裤，还有 Kipan 要佩戴一把匕首，表示追求自由和平等的坚强信念。其中啊，刚刚讲到的这个缠头呢，不只是男人的特权哦，一些锡克教的女性啊，就是除了一般的披纱，也有自愿缠头的。她们呢，不论是男女，都认为头发是受之于神，是不可以擅自更动的。而长发的这个存在呢，也可以时时刻刻的提醒着他们自己，不要忘记和神进行交流。那除了这一点呢，缠头更是属于锡克族光荣的标志，是灵性的皇冠，可以让他们的神呢很容易从万千的众生当中呢辨认出他们。在公开场合脱下头巾呢，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耻辱来的哦。那到现在啊，这5个 K 的教义加上留胡须啊，基本上已经是锡克人最明显的象征了。第5 Jhatka 肉。锡克教徒呢是允许吃肉的，但是呢必须是 Jhatka 肉，意思就是在没有遭受痛苦或者是没有宗教的这个屠宰仪式的情况下被迅速杀死的这些动物和其他的肉食。好，接下来要补充一些小知识了。庆祝光明节。光明节 Vaisakhi 呢是被列为锡克教最重要的这个传统节日。这一天呢，锡克教的教徒呢都会聚集在一起，庆祝善良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2没有乞丐啊，你知道吗？锡克人呢是不向乞丐施舍的。锡克教徒呢被要求不要成为隐士、乞丐、各种修行者或者是独身者。3锡克教庙的免费午餐，人家都说呢，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锡克教庙呢是会提供免费午餐哦。锡克教的这个庙里的厨房啊，被称之为 Langar， 每一天呢都会准备免费的素食午餐，开放提供给不同的种族、宗教、性别地位的人来吃的。不知道在看这影片的朋友有没有尝试过呢？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是什么样子的情景哦，还有好不好吃。第4一夫一妻制。对，锡克教呢是一夫一妻制的，伴侣之间呢是必须在身体还有精神上呢保持绝对的忠诚。好啦，那今天有没有比较了解我们的锡克族的朋友呢？其实啊，长期以来啊，锡克族群在本地呢都是以军警或者是保安的这个职业形象呢深入民心的。他们不单指呢是经历了第1次和第2次的世界大战，还包括了马来西亚紧急状态时期。根据资料啊，国家纪念碑的232位牺牲的人物当中，就有33名是锡克人。另外呢，有一点蛮有趣的，就是啊，锡克男性凶悍的这个外表啊，就是很 man 的这个形象啊，还曾经一度成为本地华人坟墓的这个守墓石像。那当然到了现在呢，马来西亚的这个锡克人呢，已经是进入了各行各业了啊，像是已经过世的日落洞之虎卡巴辛，他就是锡克族人。希望看完这一集，大家呢就更加的了解了锡克人同胞。然后，如果遇到他们的时候呢，可以主动的多多的攀谈，多多的聊聊，让我们呢一起来跨越族群，了解彼此。我们要一起珍惜马来西亚有趣又丰富的多元文化。那其实呢，我们有做了一系列呢，到底马来西亚的印度人有多少种这个系列的影片，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课本有的时候都没有讲到这样细啊，我们有很努力的，就是希望呢可以鼓励大家多了解异族同胞，然后多多的交流。另外呢，鼓励大家呢要延伸阅读哦，所以你可以在我们的描述栏那一边呢会看到我们的 reference， 然后如果你很有兴趣的话，可以点进去看，多看一点点。我们非常需要金主爸爸来支持我们哦。那无论你今天呢是看到我们这一支影片呢，觉得说哇，这个非常值得鼓励啊，莹莹这个三八婆啊，所以要自费做这么多这个东西，想要支持我们的朋友可以加入会员，或者是可以联系我们。可能如果你是基金会啊，或者是你是一些商家呢，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赞助商或者是合作伙伴，可以 email 我们了解更多，或者是可以加入会员 donate 我们。再来，其实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只要留言帮我们分享出去，也是对我们一个莫大的支持哦。好啦，今天的影片先到这儿。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荧光笔都会有 upload 新的影片，那你也可以到这一些平台来 follow 我们，有长影片，有短影片，还有其他不同的内容输出。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啦！